你有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吗？身为一个投资人，美国选举关我屁事呢？又有哪些层面是你一定要关心的？如果把投资股市比喻成投资一家餐厅，美国总统大选就像是一家餐厅选出了新主厨。由于每个主厨都有自己不同的菜单和料理风格，所以一个新主厨上任，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直接影响这家餐厅的名声和人气。从用什么食材到定价策略，这些都会直接改变顾客的选择。那么，作为投资者，我们该关注什么呢？新主厨推出的新菜单内容，就好比候选人都会端出一堆牛肉，画一堆大饼，喊各种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影响税收、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而这些变动就像是餐厅里的菜单变化，会直接影响市场情绪和股价波动。这就是总统大选影响股市的精妙之处。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我平时会在文章教你如何按图施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商品跟位置，像10月8日到10月15日900点这个大波段，画图给大盘跟着走，获利600点的学员占大多数。我每个礼拜都会开学员专属的线上教学，手把手陪你看盘，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有问题都可以发问，当场厘清。每周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累积实战经验，将会帮你培养出大波段的投资眼光。11月27日以前订阅文章，还有机会获得价值2953元的线上教学。我先帮你到这里了，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在资讯栏里点击维股利免费文章的连结。如果你不知道美国总统大选和投资有何关联，也不确定如何在这样的大事件前后布局投资组合，那么我诚心建议你继续看下去。在小林的咖啡厅里，顾客常常讨论着世界各地的新闻。有一天，一位老顾客恰巧提到美国总统大选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这让小林好奇美国总统是如何选出来的。美国大选啊，另一位常来的政治迷奸投资人小敏解释道，打个比方，如果要选出全美国最好喝的咖啡，你会怎么选？应该就是让全美国的咖啡厅顾客直接票选，然后看哪种咖啡的票数最高吧。小林回答。小敏解释，但这个制度并非这么单纯。美国总统的选举不是由所有选民的直接票数来决定的，而是通过一个名叫选举人团的机制来间接选出总统。一旁的小林皱着眉问，那选举人团是怎么来的？很好的问题，小敏回答，美国一共有538个选举人票，这些票是根据每个州的人口来分配的。每个州的选举人票数等于该州在国会中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人数之和。加州这样的大州有55张选举人票，而像怀俄明这样的小州则只有3张选举人票。小林问，所以每个人的选票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你说对了，小敏接着解释，在选举中，选民其实是投票给选举人，而不是总统候选人。这些选举人会根据他们所代表州的结果来投票。例如，如果某位候选人在加州赢得了大多数选票，那么他就能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那如果候选人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最多的普选票，却输掉了选举人票呢？小林困惑地问。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几次了。小敏解释，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2016年的选举，当时希拉蕊·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但川普拿下了更多的选举人票，所以川普当选了总统。这就是为什么摇摆州变得这么重要，因为他们的选举结果往往不确定，而这些州的选举人票通常可以决定整个选举的结果。摇摆州是什么？小林问道。就是那些选民意见不明显支持某一个政党的州。在这些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相差无几，因此每次选举结果都不确定。像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都是选举中关键的决胜点。就像你的常客，他们总是点相同的咖啡。相反的，那些摇摆州就像那些爱尝试新口味的顾客，他们的选择难以预测。小林笑着点头，摇摆州就像我开店的关键客户，他们的喜好决定了我接下来应该上什么新产品，决定了我的策略。小林若有所思，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摇摆州的选民，我的选票就变得更加重要。没错，小敏点头，这就是为什么候选人会在选战中把大量资源投入到摇摆州，因为这些州的选举结果可能决定谁能赢得总统宝座。小林忍不住问，那为什么美国不直接用普选票来选总统呢？小敏微笑着说，这其实和美国建国时的历史有关。当时制定宪法的时候，
各州之间的人口差异很大，小州担心如果纯粹按照人口比例来选总统，大州会掌握太多的权力。选举人团制度就是为了平衡大州和小州的影响力而设计的。那么，这个制度是不是也会产生某些问题？小林追问。这是当然，小敏回应道。有些人认为这种制度让少数几个摇摆州过度影响选举结果，忽视了大多数选民的声音。而且，这种制度让一些候选人在赢得普选票的情况下仍然输掉选举，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公平。选举时，候选人的政策承诺就像是这场餐厅比赛中的新菜单，但我们更应该深入了解，他们是否真的有能力把这些菜品做出来。我们先从川普政策来看，主要有几个特点。首先是财政赤字和债务累积，因为川普大幅削减企业税，扩大财政支出，导致政府债务增加。所以经济学家认为这将引发市场对美国债务承受能力的担忧，特别是在债务上限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可能引发投资者出售美国国债，推动债券利率上升。这对股市来说可能不利，因为高债务水平和高利率环境往往会抑制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再来是通膨压力，由于川普的关税政策特别针对中国，增加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同时，限制移民政策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薪资以吸引工人，进一步推动物价上升，让消费者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举例来说，这样的环境可能对依赖进口原料的小林咖啡厅产生冲击，因为咖啡豆等产品的进口价格可能上涨。至于石化能源产业将受益，而绿能产业可能受挫，因为川普推崇开发页岩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能源，对石化能源产业来说是利好。然而，这对绿能产业构成挑战，因为政府对绿能产业的补贴减少，可能导致成本上升，使得这种转型更加困难。小林问道：“那么贺锦丽的政策呢？”小敏说：“贺锦丽政策有几个特点，首先，财政稳定性和税收政策。与川普不一样的地方是，贺锦丽的政策主张提高企业和富人税，尤其是对高收入群体征税。他的财政政策相对较为保守，旨在通过增加政府收入来支撑扩展的社会福利计划，从而避免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对小企业来说，虽然税率提高，但因为它针对的是大型企业和富人，影响可能较为有限。再来，绿能与电动车的支持。贺锦丽致力于推动绿色能源和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如购买电动车，政府可能会提供补贴。同时，能源成本也有望因绿能发展而逐步下降，有助于减少长期运营成本。最后是移民政策与劳动市场稳定。贺锦丽的移民政策相对友好，将保持一定数量的移民流入，这有助于稳定美国的劳动市场。移民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充足，企业可以用较低的薪资聘请员工，进一步抑制通膨压力。对于小林来说，这样的政策可以帮助他以合理的成本聘请更多员工，扩展他的咖啡店业务。小敏继续说明，川普政策的短期效果可能对一些特定行业，如石化能源、制造业、军工、钢铁和金融类股有利，但长期来看，因为对于通膨和经济稳定性的不确定性较大。而贺锦丽的政策相对稳定，支持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成长、绿能发展可能有更持久的好处。尽管企业税率的提升可能短期内影响企业的利润。小林点头说：“看来这两位候选人的政策都有各自受惠的产业，这些都跟投资有密切关联。我以前都认为政治很无趣，认为只要照基本面选股就好，没想到是大错特错。”小林坐在咖啡厅的角落，透过窗外的阳光，观察着行人来来往往，同时脑袋中思索小敏刚刚的话语，心想：既然候选人的政策和产业有密切关联，那谁当选是不是就很重要？根据 RCB Politics 的10月24号的民调，贺锦丽以 48.8% 微幅领先川普的 48.6%， 这样的差距非常小，是一场难以预测的大选。贺锦丽虽然有些微优势，但还是如履薄冰。小敏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阅着数据。他提到，贺锦丽在女性和拉丁裔选民中受到了较高的支持率，56%的贺锦丽支持者相信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然而，川普的支持者几乎一致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方向，这样的情绪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小敏则补充道，经济问题可能成为关键。川普在这方面的信任度高达55%，而贺锦丽只有42%。
许多选民对川普的经济政策仍抱有信心，这在摇摆州的选民中尤为明显。小敏说，不过贺锦丽在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等关键州的优势不可忽视。根据 CNN 的调查，贺锦丽在宾夕法尼亚领先川普2个百分点，而密西根的选情则以50%对47%稍稍倾向贺锦丽。小敏说，小林，你知道吗？在大选年的股市走势往往和候选人的民调变化密切相关。小林回答，股市和大选也有关系吗？小敏说，比如在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的时候，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市场因为不确定性而震荡加剧。这种情况在2016年和2020年都有类似的表现。我们可以看这张费半指数的统计数据。2012、2016、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年，越接近选举日，震荡的幅度就越大，主要是不确定消息越多，股市最怕不确定的事情，故容易压回。小敏喝了口咖啡，接着说，选举后的股市走势却又大相径庭。比如2016年川普当选后，股市迅速回升，因为大家期待他的减税政策会对企业利好；而在奥巴马和拜登当选的年份，股市短期内则出现下跌，因为市场对于加税政策的反应相对敏感。所以这些历史数据回测出来的规律，让我们看到，每次选举后，市场的反应都会随着当选人的政策导向而有所不同。根据美国银行的报告，选举年的第4年往往是股市表现最强劲的一年，这点跟台湾一样，也就是俗称的选前行情。尤其是当联准会的政策意外宽松时，市场可能会迎来更强的上涨。据说，标普500指数在大选年的表现如果好，那现任总统就可能连任。小林认真的聆听，并补充说，我曾看过一份资料，上面写如果股市在8到10月上涨，几乎可以肯定现任总统会获得连任，而且这个预测准确率高达90%呢。小林充满好奇地问道，那如果我要在这次大选中做好投资布局，我应该关注哪些讯息呢？小敏解释，首先，你必须意识到经济指标的影响力。在这个选举年，我会特别关注失业率、通胀数据和 GDP 增长率。根据过去的数据，失业率低通膨率是指现任总统有更高的连任机会，而高通胀率则可能影响选民的情绪。例如，2020年的大选中，因疫情导致的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使得选民对经济的不安情绪达到了高点，这直接影响了股市走势。选民情绪同样重要。小敏打开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和小林一起观察人们对候选人的讨论热度。小敏说，贺锦丽在女性和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率颇高，而这些群体在选举中往往会影响关键州的结果。比如，根据最近的民调，贺锦丽在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支持率分别为48.3%和48.7%。小敏继续说，像你刚刚提到的，当选举年的8到10月标普500指数上涨时，现任总统通常会获得连任，反之则可能是对手胜出。因此，密切关注股市的动态，并准备好根据市场走势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最后，记得要结合前面我们讨论到的政策方向对特定行业的影响。小林深知，透过密切关注经济指标、选民情绪和股市走势，他能在波动的市场中寻找机会，做出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在这样的时刻，知识和灵活应变的能力成为他最强大的武器。小林兴奋地追问：“那我可以考虑哪些产业呢？”小敏首先提到了一些概念股，说如果川普当选，投资者可能会更青睐能源和金融行业，还有比特币，像是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这类大型石油公司可能会受益。此外，摩根大通和高盛这些大型银行也可能迎来更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还有比特币。我在2024年5月30日在维谷利平台写过一篇比特币教学文，教你利用比特币进入盘整期间布局的方法。现在事后回头看，比特币确实从6月到10月之间陷入盘整。当时很多人在比特币盘整期间鼓励粉丝们获利了结，但是我当初的教学强调，比特币还有5倍以上的空间盘整，反而是加码布局的机会。如今又创新高，没骗你吧？小敏补充道，相对来说，如果贺锦丽当选，科技股和可再生能源行业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像是特斯拉和 Nexter Energy 这类公司。小林说，原来你们先前会注意政策是这样的缘故啊，看来我以前都瞎做，乱枪打鸟，才会一度失去信心。小敏提到，
但如果你是属于保守型的投资者，也可以先考虑在选举前减少对高风险股票的铺路，转向一些稳健的资产，例如投资一些防御性股票，在大选前市场震荡中提供一定的保护。小敏接着提到商品市场，黄金和石油也是非常重要的投资标的。例如，若经济或地缘政治不稳定，投资者通常会转向黄金。所以，2024年2月26日黄金突破之前，我就在维股利发表过黄金投资教学文。事后证明黄金一路喷发，停都停不下来。你还没跟上黄金这波避险热潮没有关系，因为还有一个标的我们才刚上车不久，你各位还来得及布局，而且11月27日以前订阅文章，还有机会获得价值2953元的线上教学。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在资讯栏里点击维股利免费文章的连结。小林思考着，接着问：那如果我想在选举后才进行投资呢？小敏解释道，在选举后，主要是注意领导人是否换人。如果政党轮替，通常会有一波割韭菜的大跌行情。新政党上任就是新的利益集团接手这个国家，那刻意把股价压低方便进货是很常见的手段。你可以回顾历史，台湾也是如此。小林听后对未来的投资充满期待，希望能在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中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如果你想在近期做好股票投资，那么在面对即将来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应该注意候选人的政策、经济指标、选民情绪以及股市走势。这样不仅能帮助你把握投资机会，还能减少因市场波动而带来的风险。而像本集影片所介绍的，是除了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外，也至关重要的总体经济因素。如果还不知道基本面、技术面以及筹码面是什么，记得回去观看哦。相信看完本集影片的你，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与股市投资的关联，已经有更清晰的思路了。当你达到财富自由，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